我讨厌高考，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他花了这么长时间学英语，他的英语还是很差，但是没关系，他不需要。中国的教育有没有用，这个要看你觉得什么是有用。这里是 Chinese with 思涵，我是思涵，你的中文老师。大家好，欢迎来到 Chinese with 思涵。我在上一集的视频里讲了，我非常非常讨厌高考，我非常非常讨厌我高中的生活。现在我绝对不想回去，不想回到高中的时候。我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评论，谢谢大家。我收到了大家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人说，哎呀，思涵，我真的非常非常为你难过。我在想，中国的学生，中国的高中生花这么多时间学习，每天从早上7点学到晚上12点，花这么多时间学习，你们学到的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非常有趣的问题，所以我想在今天聊一聊，高考有用吗？花这么多时间学习有用吗？中国的教育有用吗？教育是什么？教育就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去学校学东西，这个就叫教育。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这种教育有用吗？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回答教育有没有用，中国的教育有没有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教育学生？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教育孩子，教育小孩子，教育学生，我们为什么要教育他们？所以我们来说一说教育的目的。很多人都知道，教育的第一个目的是培养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需要的人。这句话有一点难，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社会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我们的社会需要我们会说英语，所以我们会在学校里教英语，我们会让我们的小孩子学英语，因为社会需要会说英语的人，所以我们会让小孩子学英语。我们在学校里，我们也会学数学，数学就是1、2、3、4、5、6、7，这个是数学。我们也会学物理，物理是什么？物理，比如说这个东西啊，这个啪掉下来，这个就是物理。还有什么？我们也会学化学，化学就是比如说水是 H2O 这个就是化学。我们会学数学、物理、化学，我们还会学历史，比如说中国500年前是什么样子，中国100年前是什么样子，这个是历史。所以我们会学数学、物理、化
化学、历史等等等等。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我们需要在这个社会里工作，我们需要在这个社会里跟其他人聊天，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这个国家为什么是这样，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学物理、化学、数学、历史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些东西是常识，是常识。常识是什么？我们常常看到的东西就叫常识。你必须知道这些东西。你可能你的工作跟物理、化学、数学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你要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你需要有这些常识，你需要知道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去学校，我们跟老师交流，跟学生、跟同学交流。我们在学校里，我们也学会了跟人交流，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以后会在社会里生活，在社会里我们需要跟人交流。所以学校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教育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我们要培养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会说英语的人，所以学校要教育，要培养会说英语的学生。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可以跟其他人交流的人，所以我们学校会培养可以跟人交流的人。我们这个社会也需要我刚才说的，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有常识的人，所以我们的学校也会培养，也会教育有常识的人。所以我们说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教育学生，就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教育还有什么目的呢？教育还有一个目的，我觉得是第二个目的，我觉得可能是让一个小孩子变成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他在学校接受教育，然后他可以在他18岁以后，也就是在他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成年人。这个健康当然是说身体健康，但是当然也需要心理。心理是什么？心理就是不是身体的健康，是我们心理的健康。好，我们教育的第二个目的也是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可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的人。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很喜欢唱歌，然后他唱得也很好，他也很擅长唱歌。OK， 那在学校里面，我们会教他唱歌，我们会给他唱歌的机会，让他唱歌，让他学唱歌。所以他
以后他成为了一个成年人以后，他可能可以去唱歌，等等等等。一个小孩子喜欢写东西，那我们在学校里教他写东西，我们教他怎么写，我们给他写东西的机会，那他成为一个成年人以后，他可能就可以去写东西，他可能可以把写东西变成他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教育也是给我们的孩子机会，让他们去学不同的东西，让他们去发现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我想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给他们机会去知道，去发现自己想做什么，然后最后让他们成为一个身体也很健康，心理也很健康的成年人。但是我觉得还有第三个目的，这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公平。公平是什么？我看一下，公平。比如说，这个它是平的，这就是公平。好，这个呢，现在它不是平的，我们说这个就是不公平。我觉得教育的一个目的是让有钱的孩子和没有钱的孩子，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公平的世界里。也就是说，教育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公平。我觉得这个就是教育在中国最大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当然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培养这个社会需要的人也很重要，培养健康的人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在中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公平，是教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我上一条视频里的评论里，有很多人问我，你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学习，那你们英语一定很好吧？中国人的英语好吗？中国人的英语不好。我们虽然花了那么多时间学习，我们每天都在学英语啊。高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英语课，我们做很多英语的题，但是我们的英语还是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教语言、学语言的方法都不太好，因为我们会一直做题，我们不会去说，不会去听，所以我们虽然花了很长时间学英语，但是我们的英语还是不好。好，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学英语，英语不好有关系吗？现在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有一个家里没有钱的小孩子，有一个很穷的小孩子，他在学校学英语，他每天写题、做题学语法like to do, like doing 学英语的语法，他可能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去看英语的电视剧、电影，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听英语的新闻，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应该去听，他可能不知道他应该去看英语的电视剧、电影，因为他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他身边的人也不知道，因为英语还有国外是离他很远很远的一个东西，他不知道怎么学英语，他也没有办法去找一个比如说在中国的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老师，他没有办法去跟这样的老师聊天，他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的英语很差，他的英语很不好。但是因为他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做题、学语法、学英语的语法，花了很长很长时间，他可能他的高考英语考得非常好，他可能会考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可能会进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然后他会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然后他可以拿一个非常高的工资，他可以赚很多很多钱。所以你说学英语对这个小孩子有用吗？你可以说没有用，因为他的英语还是很差，他花了这么长时间学英语，但是他的英语还是很差。但是有关系吗？他的英语很差这件事有关系吗？对他来说没关系，他需要的是一份工作，一份可以给他很多很多钱的工作。他需要改变他的生活。他小时候没有钱，他小时候非常非常穷，他需要的是他以后变得有钱，他需要改变他的生活，这个是他需要的东西，不是英语说得很好。所以 OK， 你可以说他花了很长时间学英语，但是英语还是不好啊，那他学了这么多但是没用，你可以说他学的英语没有用，但是没关系，他高考考得很好，他进一个好大学，他找到一个好工作，对他来说这就够了，已经够了，他不需要英语说得很好。所以我说我非常讨厌中国的高考，我觉得中国的高考也不适合我，但是我觉得高考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它对很多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改变他们的生活的东西，是一个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公平的东西。因为中国的教育和很多国家不一样，中国的高考和很多国家不一样。中国的大学，他在看他要不要这个学生的时候，他只看你的高考，他不会看其他东西。也就是说，只要你花很长时间学习，只要你每天花很长时间学，你的高考就会考得好，你就会进一个很好的大学，你就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很简单，其实非常简单。我知道很多国外的大学，比如说他不会只看你的高考，当然在国外不是高考啊，可能是其他的考试。
在国外的很多大学，他可能会看这个人他学过钢琴，这个人他去参加了很多活动，这个人他去过国外参加了很多活动这个人他在一个公司一个 NGO 工作过那个人他的运动非常好。很多国外的大学可能也会看这些东西，他不会只看你的高考怎么样，他也会看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需要钱啊，学钢琴需要钱，参加活动，去国外参加活动，这个也需要钱。这些东西都需要钱，而且它需要你的爸爸妈妈，也就是需要你的父母，需要你的爸妈，需要你的父母知道这些东西有用，需要你的父母知道这些东西有用，然后也需要你的父母帮你找这些机会，需要你的父母给你这些机会。比如说你的父母可能认识这个公司，认识这个 NGO 的老板，然后他说今年夏天可不可以让我儿子让我女儿去你们那里实习2个月啊？可不可以让我的女儿去你公司工作2个月啊？对吧？也需要你的父母认识这些人，也需要你的父母给你这些机会。所以如果你的父母没有钱，你的父母他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他不认识这些人，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有用，那他就不会给你这些机会，你的父母就不会帮你。但是高考它不需要你的父母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它不需要你的父母给你钱让你上钢琴课，让你上英语课它不需要你的父母认识这个公司这个 NGO 的老板，不需要。高考只需要你每天学习就够了。我们也常常说中国的高考，中国的教育不能培养一个会思考的孩子。会思考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会问问题，他会解决问题，他会想到不同的东西，他会有新的想法。这个我们就说是会思考，或者是在国外很喜欢说的批判性思维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我们说中国的教育不能培养会思考的孩子，不能培养有批判性思维的孩子。确实是这样，因为你每天就做题，我觉得你学到的这些东西说实话没有用。他不会教你思考，而且你学到的这些东西，你10年以后你会全部忘了，你可能全部都忘了。比如说我们以前数学非常非常难，我们学非常非常难的数学，但是我现在完全忘了。所以对这些东西没有用，它也不会教你怎么思考，不会教你怎么有批判性思维。但是我知道这个可能是比如说法国
的大学非常喜欢的东西啊，会思考的孩子，有批判性思维的孩子，这个法国大学非常非常喜欢啊。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批判性思维它其实也需要你的父母接受过很好的教育，也需要你身边的人接受过很好的教育。当然我不是说如果你家里没有钱，你很穷啊，你身边的人都没有接受过好的教育，你就一定不能有批判性思维，你就一定不会思考。但是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是 OECD 的调查，好像是 OECD 的一个调查，说父母接受过好的教育，如果父母接受过好的教育，家里比较有钱，不一定很有钱啊，但是不穷，不是完全没有钱。好，一个小孩子，如果他的父母、他的爸妈接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然后他们家里也不穷，那这个小孩子他会更有批判性思维，他会更会思考。我觉得其实我能懂，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样，因为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我们比如说父母比较有钱，接受过好的教育，我们会说这个孩子的家庭条件比较好。好，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孩子，他的父母可能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跟他聊一些需要他思考的问题。他有了一个问题，他可以跟他的父母聊，他可以跟他的朋友聊，所以他可能更有机会去思考。一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他每天想的问题可能是我爸爸生病了，我要怎么办？我们家没有钱了，我要怎么办？我们明天的早饭在哪儿？我不知道。他可能想的是这种问题，所以你不会跟他去说什么思考，你不会跟他去说什么批判性思维，他可能没有机会，他没有办法去想这些问题。但是一个家庭条件很好的孩子，他可以读很多书，看很多书，看很多电影，去国外跟不同的人聊天，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朋友聊天。他不需要赚钱，他不需要每天去想我明天的早餐，我明天的早饭在哪里，他不需要去想这种问题，所以他可能会去想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艺术是什么艺术是什么呢？他可能会去想这种问题，或者说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他可能会想这种问题。但是一个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孩子，他可能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想这种问题。所以对中国的教育，我觉得他不培养有批判性思维的孩子。中国的高考，他也不需要你有批判性思维，他也不需要你去过国外参加活动，他也不需要你学过钢琴，不需要你去
你去一个公司工作过、实习过，他只需要你学习，只要你花时间学习，你就可以考得好，你就可以进一个好大学。所以一个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只要他努力，只要他花很多时间学习，那他就可以改变他的人生。只要他学习，他就可以进一个好的大学，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开始赚钱，然后改变他的整个人生。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比批判性思维英语说得好有用。我觉得这些东西让这个社会更公平，给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同样的机会。我觉得这些东西也非常非常重要。我不喜欢中国的高考，但是你说它有没有用？中国的教育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个要看你觉得什么是有用，要看你觉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健康的孩子，身体健康、心理也健康的孩子，那中国的高考，我觉得中国的教育并不培养健康的孩子，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非常痛苦，我们不健康。OK， 如果你觉得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培养健康的孩子，那中国的教育没有用如果你觉得教育是培养有批判性思维的孩子，那可能中国的教育也没什么用。如果你觉得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这个社会需要的人，还是有用。对，我觉得可能中国的教育还是比较有用，但是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社会更公平。当然我们说公平，绝对的公平是没有的，所以中国的教育也有它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不会聊这个，我们今天聊为什么我讨厌高考，我不喜欢高考，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今天就到这里吧，大家下集再见。